好，这个今天来介绍一下，体验一下魔芋的RS3M V5。这个他们把几个概念真的是做上瘾了。第一个是这个机器人哦，可能真的是风评不错，这我不清楚。就是它这个全部都有加上这个idea 这样子。好，再来是这个 V 级哈，因为像我们这边也摆着 Standby V9哦，威龙的一整个系列，这个子系列的第9个版本，那这个是 RS3M 的第5个版本这样子。好啦，我确实这个很喜欢它的这个外盒，很好看。然后就算是加上机器人也很好看，因为这感觉很棒哦。好，这边画面上看到有4个版本哦，磁力版就是最基本款，磁力双条版，然后这个是磁悬浮版，但是它就带有机器人的。好，这个是磁悬浮球轴魔衣版。这个我们上架几天了啦，也不少的客人在问说有没有不要机器人的，就里面这一颗的这样子，好像也没有，就只有这个啊，那你只能够有点你必须要买它的感觉这样子，但是如果真的不喜欢，你可以拿去装别的方块嘛，我觉得也 OK 啦，反正价钱其实我觉得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，这真的不贵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把它给拆封了哈。东西太多了，我的相机不知道怎么对焦了。好，这个基本款第2版、第3集、第4集，来看一下有机器人的哈，它附了2份说明书哈，一个是解法嘛，那一个就是它的公仔盒。但是这个又真的是，我觉得你这张不如不要放，因为这个是陈列盒，之前你们的魔芋的他们的公仔盒。会有这个东西，但它不是公仔盒啊！你还放这一张，就有点好像是要充数这样子。好，我们重点看到这边哈，好，有这2个东西，螺丝起子嘛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在从华梦那个时候就有的磁铁仓哦，或者说是弹簧仓，然后再加上调整器哈，这个只是让你备用的哈，它没办法让你换6面 ，OK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好，这边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方块吧。好，就是这4颗哈。好，果然有魔衣版的是最漂亮的。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，OK？ 好，尺寸是55.7耶，55.7。没有错，55.7哈，还不到56，就是比56稍微小一点，又比55.5稍微大一点点这样子。好，总之都是属于主流偏小一点的尺寸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重量，磁力版67，磁力双条版68.7，磁悬浮版哈，就是手度这个从弹簧换成了磁缓，好72.7哈，多了4公克。好，最重的魔衣磁悬浮76克，全部都是70几克以下。很轻呐，很轻呐。其实它的内盒颜色也不一样这2个比较基本的，就是原色内盒。好，从这边看到紫色哈，所以是磁悬浮，就是威龙紫嘛。那这个应该就是华梦色哈，没有错，华梦的青色。好，他们的虽然说出超多的，可是他们一直有一个他们自己内部遵循的传统或是准则哈，所以也不至于让你混乱啦，只是。对他们的命名系统不了解的玩家，可能就很容易被搞混的这样子。好，根据前面几款可能 Super RS3M 啊，或者是威龙啊、威龙 V9 的经验来看，或是华梦哈，其实不见得他们磁悬浮就一定是比较好。有些时候混搭之后，那个表现得更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已经到这种阶段了，应该是平衡性会比。那些单一个数据还要出色还要重要，整体的平衡表现得很好的话，其实方块不需要到最顶的规格，也可以让你转起来最顺手这样。它其实感觉蛮薄的然后密合度没有很好，这边接缝处这边很容易会，就有可能跟它结构关系有关，你看有没有？很容易就剥出一个那个
这颗方块或许不是很耐摔哦。好，磁力算是中弱哈，中弱磁。好，这个是基本磁力板哦，磁力板。觉得其实转起来的感觉蛮像是魅龙加上磁铁的，就是轻轻滑滑薄薄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磁力这样子。确实是有那种感觉。好，它的内部长这个样子哦，就很简单，直接螺丝去调整你的轴距跟弹力这样子。好，磁力双条板，那就是里面有那个嘛磁铁弹簧仓哈，可以让你徒手拨动它哈，徒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到工具去调整弹簧的压缩比这样子，好让它感觉更硬了一点。好，它这一颗的密合度也跟这个一样。就是你只要用力一压这边，你要用力压下去，这两边的那个就会凸出来，你就可以感觉会被那个毛边刮到，这有点差一点点，感觉差一点点。好，手感跟这个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它就是多了一个你可以调整弹力的那个选项，因为像我讲的，它这一颗很轻嘛，很滑嘛。如果你没有适当的去润滑它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转过头哦。不过单手还蛮好转的哦，单手很轻好，但是没有，那磁力也偏弱了，所以单手一样是容易转过头。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子拨两下，还蛮舒服的，很轻，很爽手的感觉。好，不错。我觉得考虑到价位之后，这颗应该蛮适合拿来给刚学会不久的玩家，给他们一个升级的那种感觉，这样还不错。如果从魅龙换到这一颗，应该会很有升级感。哦，这个逆容错也不错啦，阻力也小，但是过了那个最高点之后，就会突然变很大这样子。这个蛮符合他们之前的结构特性的，差不多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直指板哦，直指内核。通常到这一颗之后，品质应该就会有一个程度的提升吧。好，它里面我感觉它有油，而且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转起来的比较没有那种在砂纸上面磨动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填补了。这个比较干，这个稍微有一点油这样子。好，它的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一样在它的密合度。零件的密合度，或者说密合强度不好，所以这颗如果一摔，很有可能你的脚块就会很容易散开的。因为我光是手去压，就压出了它的，那你说这个磁悬浮，这个是弹簧嘛？它的磁悬浮嘛，没有什么差但是整体重了一点，我觉得重了一点，感觉比较均衡一点，这两颗都偏轻，那这个它重了一点，然后转起来的话，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是磁悬浮的吧，在过弯的时候的那个过弯的弹力比较弱一点，它的过弯弹力比较强一点，有差，过弯弹力比较强一点。那你说磁悬浮造成的轻滑，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滑了，这个确实就很滑了。就很像大雁 Pro M 也是一样，它底部的摩擦都是靠塑胶，所以你磁悬浮跟弹簧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就只差的非常微小的差别而已。或许可能磨合过后之后，它的差异才会出来吧。但目前刚拆封，我觉得其实手感还蛮像的啦，只是它稍微重了一点，感觉抓起来比较稳定一点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模拟版。怎么比较硬了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比较硬的感觉？是塑胶变硬了，变厚了。不过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模衣为什么都可以涂得这么漂亮呢？这明明而且他们模衣可能技术也变好了，成本降低了，变得越来越便宜了。好，来模衣在表面 coating 了一层那个镀金嘛，所以它的表层变厚了。
那抓起来的感觉明显是优于这3颗，差很多哦。抓起来的感觉，因为这3颗都真的是很轻薄啦，很轻又很薄啦。我说的是表面的质感哦，是雾面系的。那它这个变成是亮面，而且它有厚厚的一层镀金哦，一层胶，转起来比较没有它们这么轻薄的反弹的塑胶感。对对对，大概这魔衣大概都是有这样子的优势啊，这一点真的是很棒。好，弹力哦。可能因为变重了吧，转动的惯性变大了吧。虽然说它磁力一样是弱弱的，就是磁力这4颗磁力应该差不多，那磁力应该都偏弱，但是这一颗的弹力可能表现的比较舒服一点，就是在转动过程、过弯的过程都很平均的输出吼。那可能跟这个整体它是有比较厚的，转起来比较有惯性是有一点关系的。有没有注意到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滴过润滑油，所以一切都是以他们出厂的手感来讲这样子。这个如果是以出厂的手感，这个魔衣确实是最棒的。好啦，这个我觉得就讲到这边了，应该是有球的哦。有走齿哎，好，它的第3版哦，直指这一版没有走齿，是这样子，是有没有裸装轴心哦？然后这个是球装的，这个就是有走齿的哦，那就对了。我刚刚讲那个稳定的感觉，可能是来自走齿，蛮妙的。我单一个脚块，我觉得走齿算强，可是如果组起来之后又不强的。或许跟走齿的距离还是有点关系的，就是你看，确实没有感受到走齿在回正的时候有什么帮助，就是。但我刚刚转起来，就是觉得它比较稳定。好，虽然它的走齿没有发挥什么作用，但是转起来就是确实是跟这个，好吧？我觉得这2颗跟这2颗几乎是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同方块的感觉。就像天马也是这样子的搞阶极致，有没有？前2颗跟后2颗完全是不同的感觉，这样，所以这2颗还给它机器人。这个我觉得你不要去考虑它有没有走齿，你要考虑的是稳定性。那个有了这个 UV 哈，表面比较漂亮，然后转起来的惯性也比较大，因为它整体又更重了一点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偏稳定的。那这个就。转动为什么可以这么平滑？还没润滑这个润滑过后应该磨合过后应该会很厉害哦。对，这个比起 V9 来，跟 V9 比较一下，比起 V9， 它们都非常的松滑，这4颗都一样。V9 就是感觉就是很紧实、很扎实，这个超级松滑的，还不错啦。OK。